土耳其购房入籍的最低门槛曾经是25万美元，如今是40万美元。一纸总统令，价格差不多翻倍。但本文写作时，2026年真正要盯的不是这个数字，而是一条能让二手房买家前功尽弃的隐藏规则。这个坑我放到最后讲。先说代价。土耳其入籍框架由总统令和部委规定设定，历史上多次调整。新规往往当天生效，过渡期很短，一直观望，等真变了再动手，选择就少了。那2026年有哪些变化值得关注？结论是，不推翻购房入籍，但门槛、估值、购汇、持有期这4处收紧的信号更明显。核心路径先讲清。本文写作时，购房入籍最低40万美元，存款或基金路径约50万美元。配偶和18岁以下子女可随主申请人一起拿到公民身份。第一，门槛还会涨吗？没人能给准信。它从25万涨到40万，说明本就是政策可调项。市场传言不断，但官方公告前，任何数字都是猜测，我们不会拿它给你保证。更实际的做法是用当前门槛做预算，留点弹性。通常已完成过户或锁定资金的申请，更可能按旧规处理，但仍以届时官方细则为准。接下来是这2年查得最凶的一块，估值。土耳其要求入籍房产由资本市场委员会，也就是 SPK 认可的机构，出具独立估值报告。关键在于成交价、估值价，还有土地登记系统 TAPU 里的登记价，这3个得能对上。明显偏离，就可能退件或补充核查。近年针对阴阳合同和估值造假，查得明显更密。换句话说，别只看销售方给的入籍达标价，要独立核实估值基础。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团队会用中文帮你读懂估值报告和产权文件。再往下是最敏感的一环，资金合规。购房款一般要走土耳其银行体系，还要办购汇凭证，也就是 Davas Alam Belgizi。 本文写作时，外币需通过银行结汇，留下可追溯路径。土耳其央行 TCMB 下的购汇记录是重要凭证。对中国申请人还多了跨境换汇和合法来源证明。私下交割可能直接被拒。钱和房子都安排好，是不是就一劳永逸？还不是，持有期这关也在收紧。通过购房拿身份的房产，本文写作时通常要持满3年才能卖。这个3年锁定期是为了抑制短期套利，期内出租，抵押也可能受限。签约前先把退出安排想清楚。很多家庭看重土耳其护照，还因为它牵着2条路，孩子的华侨生联考和美国 E2 签证。但这2条前提都很严。华侨生联考能不能报，取决于孩子的国籍或长期境外居留身份，家长的境外居留时长，绝不是有护照就自动符合。美国 E2 呢？土耳其是与美国签有条约的国家之一，持土耳其国籍或让部分人具备申请资格，但 E2 对投资真实性、金额、经营有独立审查，且属非移民签证。还有一点必须强调，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，这对孩子学籍、社保、继承都有实际影响，规划前务必厘清。任何考试或签证结果，我们都不做保证。好，回到开头那个坑，买二手房一定要提前确认，这套房此前有没有被用于入籍。土耳其有一房一籍的思路，同一套房原则上不能反复用于不同申请人。TAPU 系统会留标注，查漏了，整个申请可能就不合格。那现在该做什么？3件事： 1. 尽早梳理资金来源，设计购汇路径； 2. 选房独立核实 SPK 估值和 TAPU 登记，别信包过达标，我们从不这么讲。3. 把教育和税务目标一起纳入，别只盯护照。政策往往说变就变，长期观望的隐性成本常常高于提前规划。
中土华信集团总部在伊斯坦布尔，全中文团队端到端陪同，关键节点中文书面汇报。想少走弯路，关注我主页了解更多。